前段時間，美國有個大學教授發現一件特別奇怪的事情，他給學生布置作業，結果發現這一屆學生寫出來的文章比以前更流暢，更像標準答案了。按理說，這應該是件好事情，但他越看越不安，因為這些文章雖然看起來寫得很好，卻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沒有自己的觀點，沒有那種這個人真的認真想過這個問題的感覺。後來很多學生承認，他們用 ChatGPT 完成了大部分工作。這位教授說了一句話，他說，我擔心的不是學生作弊，我擔心的是他們以後可能已經忘了什麼叫思考。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可能正在經歷一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变化。過去幾千年，人類發明的所有工具幾乎都是在替代我們的體力。汽車代替走路，起重機代替搬運，洗衣機代替洗衣服，甚至計算机出現以後，最開始也只是幫我們計算得更快。但 AI 不一樣，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一種工具開始替代我們的腦力，而且它替代的不是某一個技能，而是思考本身。以前你需要自己查資料，整理信息，形成觀點，做出判斷。現在你只需要輸入一句話，請幫我分析一下，然後幾秒鐘以後呢，一份看起來非常專業的答案就出現在你面前。所以今天我特別想和你一起聊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天 AI 真的開始替我們思考，人類最後還剩下什麼？很多人把今天的 AI 革命和過去的互聯網革命放在一起比較，但我越来越覺得這兩件事情根本不是一個量級。互聯網改變的是信息的傳播方式，它讓信息變得便宜。過去你要查一個知識，可能要跑去圖書館翻很多書，後來你打開搜索引擎，幾秒鐘就能找到答案。但是你依然需要自己理解這些信息，你需要自己思考、判斷，得出結論。可是 AI 出現以後呢，情況就開始變了，因為它不只是把信息給你，開始替你理解信息，甚至替你形成結論。過去你需要看10篇文章才能慢慢形成一個觀點，現在 AI 直接給你一個總結。過去你需要讀完一本書才能理解一個概念，現在 AI 3分鐘就給你講完。看起來這是一件特別幸福的事情，因為人類似乎終於擁有了一個超級助手。但這裡有一個特別值得思考的問題，為什麼人類過去幾千年一直能夠不斷進步？最大的原因是我們越來越善於把能力交給工具。我們把記憶交給了文字，把計算交給了計算器，把儲存交給了硬盤，把導航交給了地圖軟件。每一次外包都讓我們獲得了更大的能力，但同時每一次外包也会悄悄改變我們使用大腦的方式。很多人可能已經發現了，現在很多電話號碼我們根本就記不住，小時候記10幾個電話號碼都不覺得困難，現在離開手機，可能連自己的號碼都想半天。因為我們的記憶能力並不是消失了，而是被外包了。導航出現以後，很多人去一個地方30次依然記不住路，因為方向感也被外包了。而今天 AI 讓我們第一次開始外包一種更高級的能力，那就是思考。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我們正在把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一點一點交給機器。說到這裡，你可能會問，這不是好事嗎？工具進步不就是為了讓人更輕鬆嗎？是的，但問題在於，人類很多重要的能力恰恰是在那些麻煩、困難甚至痛苦的過程中長出來的，而 AI 正在幫助我們繞過這個過程。我們會因此失去什麼？真正危險的不是 AI 太聰明，而是我們越來越不願意思考。心理學裡面有一個概念叫做認知吝嗇鬼，意思是人類的大腦天生就喜歡偷懶，如果能夠用最簡單的方法解決問題，大腦一定不會選擇最複雜的方法。為什麼我們喜歡刷短視頻？因為不用思考。為什麼很多人喜歡別人直接告訴自己答案？因為輕鬆。為什麼很多人明明知道應該讀書學習提升自己，卻總是做不到？因為他需要忍受不確定、困惑，忍受自己不知道答案的焦慮。
人生裡那些最重要的問題幾乎都沒有標準答案。要不要結婚？什麼時候換工作？要不要創業？這些問題 AI 可以給你建議，朋友、父母也可以給你建議，但最後你還是必須自己做決定，因為後果是你自己承擔。而真正讓一個人成長的，恰恰不是那個答案，而是他在做決定之前經歷的掙扎。我們越來越習慣獲得答案，卻越來越少花時間和自己獨處，越來越少忍受迷茫，允許自己慢慢想明白一件事情。但很多真正重要的事情都需要反覆思考。成長本來就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可是 AI 正在把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快，快到很多人開始失去耐心，開始忘記思考本身也是一種能力，而能力如果長期不用是會退化的。所以接下來的問題來了，如果答案越來越容易得到，那麼未來真正值錢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如果你仔細觀察過去20年的變化，會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規律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讓一些東西迅速貶值，同時讓另外一些東西變得更加昂貴。互聯網出現以前，信息是稀缺資源，後來互聯網來了，信息突然變得極其便宜，幾乎任何知識你都可以在幾秒之內找到。但你會發現，並不是所有人都因此變得更聰明，因為信息雖然越來越便宜，理解信息的能力卻越來越貴。今天 AI 正在把這件事情再往前推一步，它讓標準答案也開始變得便宜。以前很多專業人士需要花很多時間完成的工作，現在普通人借助 AI 也可以做到70-80分。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過去很多依賴信息差、知識差建立起來的優勢會越來越小，但與此同時，一些能力會越來越值錢，比如判斷力、發現問題的能力、提出好問題的能力、把不同領域連接起來的能力。很多人不知道，真正頂級的人從來不是答案最多的人，而是能夠看見別人看不見的問題的人。投資大師巴菲特每天花大量時間閱讀，並不是因為他喜歡收集信息，而是因為他知道，真正重要的不是知道的更多，而是知道哪些東西真正重要。這也是為什麼同樣一份財報，有的人看完什麼都沒發現，有的人卻能看出一家公司的未來。在 AI 時代，真正拉開差距的是理解信息的能力，誰能夠建立自己的判斷體系，誰能夠在所有人都相信同一個答案的時候，仍然保持獨立思考。我越來越覺得，未来最稀缺的人不是記憶力最好的人，而是那些能夠在複雜世界裡建立自己認知框架的人。因為答案會越來越便宜，但理解會越來越昂貴。這也就意味着，未來人與人之間的差距可能會發生一次重新洗牌。真正危險的不是某一個職業，而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習慣等待別人給答案的思維方式。過去幾十年，教育體系有時候會獎勵這樣的人。老師問一個問題，學生給出標準答案，老闆布置一個任務，員工按照流程執行。但 AI 時代，問題來了，因為 AI 會成為這個世界上最會給答案的機器。如果你的價值只是執行標準答案，只是按照流程完成任務，那麼 AI 會做得越來越好。而未來真正有競爭力的人，可能會變成另外一種人。他們不是等待答案的人，而是定義問題的人。他們不是問告訴我應該怎麼做，而是問為什麼這件事情要這樣做。同樣使用 AI， 未來可能會出現2種完全不同的人。第一種人把 AI 當成拐杖，遇到任何問題做任何決定先問 AI， 慢慢的他們越来越依賴，越來越害怕獨立判斷。第二種把 AI 當成訓練器，他們會故意挑戰 AI， 故意讓 AI 提出反對意見，讓他尋找自己的邏輯漏洞，逼自己思考得更深。同樣一個工具，最後卻會放大2種完全不同的人生。它會放大你的習慣、你的能力，同時也會放大你的弱點。如果一個人本來就喜歡思考， AI 會讓他變得更強。如果一個人本來就喜歡依賴， AI 可能會讓他越來越離不開答案。聊到這裡，我們其實已經來到了一個更大的問題。
如果 AI 真的越來越聰明，甚至能夠替我們完成越來越多的思考，那麼人類最後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AI 可以告訴你什麼行業更有機會，什麼職業更賺錢，甚至給你一份看起來非常專業的人生建設。但人生很多最重要的問題，從來不是哪個答案最好，而是哪個答案適合你。我們為什麼而努力？我們真正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人生會讓我們到了80歲的時候，依然覺得這一生值得？這些問題 AI 可以陪你思考，卻永遠無法替你回答。所以，如果有一天 AI 真的可以替我們完成絕大部分思考，人類最後剩下的，可能恰恰是那些無法被計算、無法被複製、也無法被外包的東西，是我們面對人生重大選擇時必須自己做決定的能力，是我們會為了一個夢想堅持很多年，即使經歷失敗、懷疑和孤獨，也依然不願意放棄。更重要的是，在所有人都越來越依賴機器的時候，我們依然願意獨立思考、認真提問、做出判斷，並努力地理解這個複雜的問題。如果 AI 真的可以替你完成絕大部分思考，你覺得人類最不應該失去的能力是什麼？我特別想看看你的答案。我是露西，謝謝觀看，我們下次再見，拜拜。